日本要建立北约联络处，它是如何一步步靠拢北约的呢？大家好，我是肖玉华。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，北约建立日本联络处的提议被法国给否定了。其实北约和日本眉来眼去，早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。自从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后，日本迅速向北约靠拢，不仅明着与北约增加了交流合作，另外还以曲线的方式暗度陈仓，这是我们需要警惕的。首先，在立场上，日本政府彻底成为反华反俄的急先锋。俄乌冲突后，日本政府立刻对俄罗斯进行谴责，并跟随西方国家一起制裁，还特意强调了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亲密关系，煞有介事地说，在乌克兰发生的事情可能会在明天的东亚发生，暗示中国大陆会武统台湾，炒作了一下中国威胁论，跟西方国家反华势力的论调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其次，在外交上，日本以俄乌冲突为借口，加强了与北约以及七国集团的合作。去年4月，日本外相林芳正也出席了北约外长会议，他表示，日本打算加强和北约之间的合作，以实现所谓的自由和开放的印太。去年6月29号，日本首相岸田出席北约峰会，成为首位出席北约峰会的日本首相。岸田表示，在将日本同盟提高到新高度的同时，日本也将强化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国家安全合作。什么叫志同道合的伙伴呢？自然是指北约那些成员国了。北约没有让日本失望。今年1月，北约秘书长斯特尔滕贝格访问日本，首次提出了要在日本开设新的联络处，可以说美日是沆瀣一气。结果不久前，这个提案被法国总统马克龙给否定了。马克龙喜欢玩弄大国平衡之道，并不乐意被日本绑上对付中国的战车。但是这说明日本进入北约无望，想法破产了吗？并不是，因为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，日本在暗度陈仓。美国在前几年为了遏制中国，出台了一个印太战略，日本就是这个印太战略的重要参与者。他积极的配合美国的战略，帮助美国在印太地区打造一个遏制中国的轴缚机制。美国在印度洋、太平洋地区先后组建了美英加澳印五眼联盟、美日印澳4国机制，以及美英澳同盟、美日韩同盟。不知不觉中，美国已经在太平洋地区为中国准备了一个印太版的小北约，有的负责在政治上反华，有的负责在军事上恶化。虽然国家不多，但同样不容小觑。日本就是这个印太小北约的重要一环，美日印澳为中国打造的包围网，美日韩同盟就是埋在中国的家门口的一颗钉子。尹锡悦上台后，日韩关系回暖，日美与韩美的军事一体化进一步发展，这对中国以及朝鲜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。日本虽然一时半会不能成为北约的成员国，但是美国是很有手段的，它可以推动北约国家与它的印太小北约加大合作力度，比如防长对话、联合军演。这下日本虽然不在北约，但又似在北约，积极融入美国在印太打造的军事同盟和反华的小圈子。这就是日本暗度到北约的方法。可以说70多年过去了，日本再次暴露它锋利的獠牙，中国要高度警惕，做好最坏的打算。虽然日本能傍上美国和北约这个大腿，但是如今的中国已经不再是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了，我们不惧任何来犯之敌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